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恩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内容。这一期呢，我们来聊一聊瑞波币和恒星币的背景，以及两个币种和派币的区别。另外，猜测一下瑞波币和恒星币的行情对于派币价格是否会产生影响。高恩分享趣人趣事、知识故事、探索未知、实用资源的内容。目前主要跟进派 Network。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，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点亮小铃铛，支持下高恩啊！我觉得听完我这个开头介绍，就会有人有疑问了，觉得瑞波币和恒星币的行情走势对于派币能有什么影响呢？对吧？瑞波币和恒星币虽然说他们只是去单纯的解决跨境支付的问题，在某些本质上来说和派币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但是派币它本身具有全球支付的一个属性，所以单从这一方面来说，两者的行情走势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瑞波币和恒星币的行情现状。最近瑞波币和恒星币呢是有一波涨幅的，从4月4号开始，瑞波币就开始了一波增长。市场热度也比较高，从0.6美金左右一直涨到了最高点1.9美金左右，涨幅超过了200%。从4月4号到4月14号啊，恒星币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眼啊，兄弟两个这个还是很同步的啊。4月4号这儿看，4月4号涨到最高点70%左右吧，从0.4美金左右啊上涨到了最高点0.7美金左右。放回瑞波币这边，在这儿提到这两种数字货币，不构成投资建议啊，只是拿来做一个行情介绍。那么这样的走势呢，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市场对于跨境支付领域的看好，或者说反映了市场对于跨境支付、全球支付的一种需求呢？然后我在这儿又去不小心散发了一下啊。可以说是一种很腹黑的揣测了。我们都知道，2020年12月22号，SEC 发起了对于 Ripple 的起诉。Ripple 就是这个瑞波币的母公司嘛。SEC 认为瑞波币是一种未登记的证券，但却从2013年以来一直到今天在非法的销售。这个起诉确实也有一定的依据。因为 Ripple 的中心化特征还是比较显眼的。Ripple 的创始人拥有了20%的瑞波币，而公司持有剩余的瑞波币逐渐去发售。从某一方面来讲，可以说是一种持续的 ICO 了。我们在这个 K 线图上也可以去看一眼，从12月22号这儿吧，开始了一个下跌的过程，是很有影响的，一直跌到了12月31号。左右吧，下跌了60%。恒星币也是一样的，兄弟两个还是很同步的。12月22号也是跌到了21年的1月1号，将近下跌了25%左右。那么我们不妨去猜测一下，这个起诉是否是希望将全球跨境支付领域推向离大众更近、更显眼的一个位置呢？当然，这种猜测的话，即便成立，它也是一种态度，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。撇开这种态度的话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事实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普及度也更广了。相信大家也各自的猜测。如果我们从价值属性的角度来给数字货币分类的话，比特币和莱特币可以归类到资产型代币，而恒星币和瑞波币应该归类到工具型代币。它们在各自的网络中扮演了交换媒介的角色，来帮助两种货币之间实现更便捷的交换。瑞波币的母公司 Ripple 倾向于和大型银行机构合作，而恒星币的母公司 Stellar 更侧重于金融设施欠发达地区的人和中小型企业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要提到一位创始人。这位创始人呢叫杰德，他是 Stellar 的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。在共同创立 Stellar 之前，他又是 Ripple 的共同创始人，同时担任 CTO。因为产生分歧离开后，自行创立 Stellar。简单的行情介绍我们去介绍完了，接下来我们看一眼派币和瑞波币、恒星币的区别。首先，第一点，从定位类型上来讲，我更倾向于将其定位成资产型代币，因为在白皮书中
从始至终它对比的都是比特币。如果只是用作跨境支付的话，那对比瑞波币和恒星币就好了。当然现在任何一个新币它去发行的话，也都会去跟比特币去做类比，毕竟是首个加密货币嘛。第二点，从管理模式上看，派币和恒星币的去中心化程度更完善，而 Ripple 拥有大量代币，直接决定了代币的投放和流通。第三点，从生态建设来看，派币的生态构想是包含全球跨境支付在内的，同时对接实体经济，更加庞大，实用性更强。反观 Ripple 和 Stellar 局限于跨境支付领域， Stellar 倒是包含了公链元素，支持 ICO 发行资产，也有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 Stellar X。 第四点，从社区角度来看， Pi Network 社区涵盖各个国家地区以及不同行业类型的用户，更具多样性。以上4点既是三者之间的区别，同时在 Pi Network 中也是相互影响的关系。 OK， 我们来看可能会对派币价格产生影响吗？在内容最初我们提到了目前市场对于跨境支付领域态度还不错，因为体现到了瑞波币和恒星币的这一波行情增长。尽管瑞波币和恒星币的真实落地性并不怎么样，我们也有必要去持续关注瑞波币和恒星币的两个币种的行情走势。刚才我们分析了派币和另外2种数字货币的区别，而且分类型不尽相同，但是派币本身也是包括支付属性的。全球跨境支付领域的市场态度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派币价格。而从另一个角度去想的话，瑞波币和恒星币兄弟俩受到的市场关注度提高，那么自然也会给使用恒星共识协议的派币带来更高的关注度。当然了，这个影响也并不会很大。假如从现在到 Pi Network 映射主网这段时间内，瑞波币和恒星币总体保持向上的势头，对派币的价格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。反过来讲，如果行情走势是比较低迷的，其实也并不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。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瑞波币和恒星币对于派币价格是有影响，但是程度有限，而且更多的是体现在正面的促进作用。为什么说它负面作用会比较小啊？其实原因就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派币和另外2个币种的区别中，无论是社区还是生态还是去中心化程度，这些都能够支持到派币的价格。相对而言，外在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，但是如果能够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去期待一下的。所以说要去关注到这2个币种的一个行情走势。而作为同类型定位的比特币行情走势也是需要去关注的。目前阶段还是作为数字货币市场的一个风向标的，比特币之外的大部分主流数字货币旧有逻辑已经兑现的情况下，又没有新的逻辑产生，支撑它们市值就是和比特币的一个同步效应。换句话说，你不用搞清楚它的市值就是这样变化的，它就值这个价。 OK， 今天是周六，我们继续发布寻找高玩活动的线索3。线索3呢，就是冬天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结合之前的内容去推断了。好了，这期内容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关于这期内容，大家如果有想法表达的，欢迎关注混沌界菜单栏高玩社群，加入我们的讨论，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，电报群和微信群，看大家方便一起交流，互相印证。下期内容我们会从市场本质、社区、流通3方面去结合分析，另外再去结合狗狗币的一个行情走势。因为在昨天狗狗币有一波很大的一个行情增长比例在200%，单日增长在200%，我们可以以这个为实例去再谈派币价格。有兴趣的话订阅我吧，我是高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